好，环球大乱线要继续跟三位专家来探讨请教这次川普总统跟习近平主席非常重要的一通电话，里面有一个关键的讯号呢，被媒体给捕捉到了，就是川普说，我与习近平个人关系非常好，而且未来3年呢，美中会有很多的正面成果。意思就是说他要把这个第2任期未来很多机会都要跟中国这个好来好去的一个感觉了。与此同时，中国第14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呢，突然举办了一个临时的加开会议。原本外界预期呢，是不是要正式处理这个已经被立案审查的2位军方高层张又侠以及刘振立呢？结果没有，这一次公告确实处理了人事，但不是这2位。那敏感的军方核心呢，这个就先按下不表，先按兵不动。外交事务期刊就指出，为什么习近平会选在这个时机点，然后对军中最高层张又侠动手？那答案呢，可能就是外部压力现在正在下降，认为说现在呢，台海因为川普是采取一个对台湾的冷处理模式，所以习近平呢才凯正的这段时间开始对军方里面一些跟他立场不合或者是做错坏事的人来动刀了。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川普就说，习近平是中国唯一的老大，他用 boss 来称呼习近平啊。那这个肃清军中的核心，是不是真的跟美国的总统的态度有关吗？还是说这个时机点就是中国来处理军中高层一个最好的一个时机点？这一次的人大常委会不处理刘张2人的考量背后有哪一些可以观察的指标？我们先请教委员。这些媒体有时候都乱讲好像美国跟台湾军队有多了不起啊，对中国大陆有威胁，所以就美国这个不介入的时候，台湾这个不敢动手的时候，赶快趁习近平才敢去调整他的解放军的人事，根本就是鬼扯嘛！这地方是鬼扯。台湾有什么本事？说难听一点，你美国在西太平洋有什么本事？谅你也不敢怎么样子。当然，解放军这个内部的一些人事上的不稳定不是好事对，正面的来讲，就是说，习近平看到有问题，立刻推完整治，这是正面的。但是负面的是说，怎么这么久了，建军这么久了，都还有这种问题不过这个应该说，这个比一比美国也不遑多让啦。怎么说我算给大家看，这一次川普一上任，开除了谁？开除了美国参谋首长、海军作战部长、空军副参谋首长、军法署长、空军军法署长、陆军军法署长，其他未公开具名的高阶军官15个。请问你规模也不小所以也是多，所以2个人难怪说我们是好兄弟，是做法差不多，整数军中的做法差不多但是因为这一次的人大常委会，大家以为要处理张又侠跟刘振立，就处理几个军工系统里面的人，3个都是军工系统而反而没有处理到他们2个军事系统的人。那这个当然觉得说，是不是因为立案审查调查还没有告一段落还有其他在处理当中？那到底张又侠是犯了什么天条？对，这个外界传言纷纷当然有人讲说他在军中搞反习集团，那有我是比较轻微认为他抗命抗命。那到底抗什么命会这么严重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都子弹还在飞，不是让子弹飞一飞，而子弹一直在飞，是还在飞，还在飞那所以《纽约时报》说这个是个系统性重组，是应该讲说系统性的重置，跟手机重置一样，这规模可能还真的不小而且军方的确啦，前段时间已经有火箭军装备部啦等等，都有很多人被调整职务，是。怎么会不稳定到这个地步？到底哪一环出了问题？我觉得习近平应该放在心上，也在考量该怎么改变。我们就延伸《纽约时报》讲到，这不是权力斗争了，而是已经是系统性重组了。因为3年前，中共的军方大概有30名的上将、中将掌握着火箭军装备发展部还有战略支援部，3年后只剩下7个人在第一线这个已经被刷掉一堆人了。这样的大刷洗、大肃清。很多人说这是刮骨疗伤很痛，但是是必要的。但真的是如此吗？也有人认为呢，这会造成权力真空跟这个军心涣散，那会推迟解放军原本计划要执行的目标跟推进时程，都会因为
军中的这些高层不断的被整治换人又落马，这样子一直不断的等于是纠结在里面。想问一下李将军，从军业的专事角度来看，你认为这次减这个肃清啊，还是说这几年的肃清来讲好了，对于中共解放军的战力究竟是被削弱，还是一个排毒成功的状况？我们这次这个你看，有30个，才3年的时间，有30个中上将被清洗掉，只剩7个人，大概80%都被清洗掉了。真的，可见得这一次，这次军委这个7个军委来讲的话，已经被这个清洗掉5个，只剩下习近平跟另外1位而已所以说，可以说习近平这一次整顿军队是一次最大胆的行动，也是一次最彻底的行动。那之后，大家传出很多的这种风声了尤其是说张幼霞在军中这个位高权重，而且人脉很广，而且这个深得军心那这次张幼霞落马，当然会引起很多的谣言啦，甚至于说是军心动荡不安或者是说派系的互斗或者甚至于更严重的，有时候会不会发生政变？这个大陆来讲，元老级的这些政治人物拱张幼霞出来要斗倒习近平等等，这些谣言都传出来。但是我认为这次已经平息下来，习近平已经稳定下来了。这是谁认证的呢？是川普认证的，因为川普说。习近平是中国唯一的老大，代表说川普很清楚，这一次这个大陆自己军队的内部来讲，习近平这次进行完之后，他已经彻底的将军心稳定下来。但是我们看一下这30个人都是哪些单位的，你就知道中间的这种 money 在什么地方。第一个是火箭军，火箭军是最肥的单位了。没错。第二个是。这个装备准备部就是负责采购东西的、买东西的。战略资源中心也都是这种高科技或者是他们预算都很多，反而你没有看到什么战斗部队没有被整肃到可见得我认为说这次这个习近平说是整顿反贪腐，那我认为确实是整顿反贪腐，是不是这些单位火箭军装备发展部战略资源的这个部队来讲的话，因为他们比较多的这种预算或者是经费比较能够有机会上下其手，所以说我认为这次如果说从这几个单位被整顿看得出来，我认为确实是整顿反腐败，反而是战斗部队来讲的话，包括各战区没有被整顿到，那所以因此我认为说是习近平这次确实是能够这个刮骨疗伤将这些肃清干净，但是会让他这个权力。对军队的指挥权力链会更集中，因为作战不是光讲一个人作战了，他是讲一个集团譬如说是你的参谋指挥中心是不是都健全？那如果说有参谋指挥中心来讲的话，那当然就可以有效的遂行作战指挥。所以我认为这次解放军这次整顿来讲的话，对于习近平是让指挥链会更集中。好，张幼霞等人的落马呢，真的是各种传闻满天飞当然。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没有得到证实的，都是被特定的平台、特定的媒体反复放大、刻意在渲染。毕竟解放军内部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生态里面的事情可能只有他们自己人知道真相。但是现在一有这个比较军中高层出头，然后各种谣言四起，感觉有人就在背后等待这个机会。那究竟这个说法是空穴来风，还是抓准一个机会，典型可以来做网军跟认知作战的好时机来了？那看到解放军现在内部这么混乱，背后最大的受益者，赖老师觉得会是谁？我觉得解放军没有混乱了，没有混乱，那是外面人制造出来的。一个在台湾是绿营的，就借这个机会来炒作，然后其他国家的，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各个媒体想办法在房间里面去想象，然后去想拳斗的那个好莱坞的电影把它写出来。其实这个都反映出他们太不了解中国大陆了习近平是何等人他的父亲原来在西北就是军政干部而且是非常高阶的，事实上就是西北的一把手的军政干部，这第一个。第二个，不要忘了他在去读清华大学的时候是邓小平，邓小平也是军政干部邓小平在军方的资历有多深所以邓小平特别提拔。然后让他去考清华大学，
更不要忘了，他清华大学毕业的时候是到军委会当耿彪的机要秘书啊。耿彪去核死人啊，耿彪是中共在当时军方的战将之一啊，他也是军委会的秘书长，他在当他的机要秘书。那你可以看到他跟军方的渊源有多深，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他是中共党内啊，就是各地方干部中，他是唯一同时具有军人身份的。一般的这些文官都没有军人身份，但习近平有，那就是因为他跟军方的这个渊源。所以我觉得太不了解这个大陆的整个历史，共产党的历史太不熟悉了。读共产党的历史要花多少年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解放军所建立起来的党指挥枪，这个已经成为他们的信念，这个信念没有人敢推翻。有人说林彪当时也不敢推翻党指挥枪，这已经成为他们血液里面的一部分了。是，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你说啊，他们要反习派，习是总书记啊，那你反总书记，你等于是反党，反党是叛国啊，在他们来讲是动摇根本，这动摇根本的这个大陆的官，他有一些，尤其是军人，有一些可能会涉及贪腐，可是大陆的军人要叛国不多。保证不多啊，这一点我觉得在基本上来说，那个都是在空穴来风。另外一个部分里面，我倒认为啊，我觉得贪腐的问题，在习近平上来之后，他对贪腐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已经退休了10几年了，然后最后还是被抓走，并不是因为他退休以后才贪腐，而是他在任内的时候他贪腐，然后被秋后算对。被抓到了，那就是随时把他带走。所以我个人觉得，因为他当时在18大的时候有画出一条线来，也就是18大的时候啊，你有贪腐过的，你就必须要去说清楚，要写下你的贪腐的事件，然后你要把你贪腐的钱都缴出来。那缴出来以后就从轻处分。可是你如果18大你没有诚实的交代你的既往，那抓到了就严惩，所以问题就在这里啊！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被抓？就是因为他18大之前他贪腐，他没有坦白从宽。那18大之后贪腐的，他就会写18大之后还继续贪腐。那你看他们的语言用语，新闻一定会加这段话：18大之后贪腐的，就是说是新贪腐的。如果没有加这句话，那是代表他当时没有自首。非常区分的这个区分的很明白，壁垒分明这样子。对，好，待会我们这一段讨论呢，要讲人民币的话题哦。这个金融战略，数字人民币2.0会是一个好办法吗？美元霸权该怎么接招？我们接着稍后讨论。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